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参加读书会。疫情持续蔓延，确诊个案逐日攀升。虽然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是轻症跟无症重症跟死亡率也很低但因为呢还未被确认为一般的流感现在这样的一个轻症还没有被确认为是一般的流感大家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尽量减少群聚，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呢都陆续放宽了防疫的规定而且呢把它定调为与疫共存但台湾政府呢也很小心推出防疫的新模式叫做重症清零轻症管控这个可以说是与疫共存的 2.0 版不是与疫共存就不戴口罩了大肆群聚的不顾一切的，不是这样子还是要虔诚戒慎，松懈不得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疫情呢早日消弭好，今晚的大哉问呢有9个提问我们来你问我答互相学习第一题，我听说唱诵《金刚经》3000遍就可以打破执着跟迷相或者是诵经呢就可以达到解脱，请问真是这样吗？金刚经呢也是佛教重要的经典全名叫做《金刚般若蜜经》很多人是修持金刚经的那持诵呢金刚经的功德呢连佛陀也是赞叹不尽有些人说持诵金刚经呢能辟邪但也有另外一派人讲说金刚经不能辟邪那也有人呢就问诵经能不能破我执消罪业呢其实金刚经能不能辟邪或是金刚经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金刚经可不可以辟邪呢？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来决定的同理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这个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了菩萨道的2个很重要的原则，依经入道，从实践过程中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也就是说把经文化为行动，改善自己，这样才有办法来转我们的业障不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再来念几部经求佛菩萨保佑啦这样做就是迷信经是佛陀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也不是把念佛的时候也不是把心专注在累积念佛的这个数字上面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经希望佛菩萨帮你消业障破执着跟灭迷相或者帮你解脱等等，佛菩萨会摇头说你有没有搞错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佛菩萨是要我们依教奉行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所以金刚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或其他3藏12部经也好，这些经文的不可思议功德是通过奉持者的心性来显现的，通过人来显现的，不是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所以不要说是金刚经，即使是已经证悟宇宙人生真谛的诸佛菩萨，也不能干扰宇宙人生的正常规律跟自然法则也就是不能违背因果定律，不能违背因果因缘果报意思是这样子
不能只靠念经就要改变因果的自然法则。持诵哪一部经都好，诵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菩萨道的论述基础是《法华经》嘛，怎么慈济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的基础也是《法华经》但是《法华经》也不是让我们来唱诵而已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叫做行经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take action， 实践的意思了其实呢，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心存正念正念一起就是功德。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这些都是强调实践的意思了若能明心呢，则外道经典呢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呢，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就是正神；心若不正，所拜之神就是邪神。所以三藏12部经不管你是多会诵持追根究底呢，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转我们的业力破我们的迷相到底或者是可不可以消灾解厄？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好，第二题，要受证慈济委员，要先募几十个会员，好像很麻烦是否我找2个金主或自己捐就好了啦，省得麻烦对他这样子问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而是强调什么福无量户无量无量的不是说你要募几户会员的，无量的尽你的力量，可以募多少就募多少，劝募多少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限制住了其实走入人群劝募会员呢，就好像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出外托钵化缘一样那是一种修行上的什么实际体验叫做什么行于外嘛，你要去出门去托钵嘛，行于外那重点不在于你劝募的善款多少重点是在于你启发了有缘人的爱心跟善念。在这样劝募会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那我们也会因这样子的不同的相、不同的境界呢，而渐进心转，心被这个境界转了这个是自己要修行的功课，叫做修于内。所以出去外面要化缘晚上回来要调心佛陀时代弟子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内修加外行就叫做修行。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心莲万蕊照慈济世界。那这句话是正言上人广邀来众的宏观思想当初正言上人在花莲要盖医院的时候，募款也是非常困难困难重重那时候一位日本的华侨呢，要捐一大笔钱，上亿的美金要协助上人的建院上人把他婉拒了。上人说，当初我如果接受他这笔钱的话，就没有今天心莲万蕊的慈济世界了变成什么心莲一蕊盖慈济医院的这就很奇怪了上人要的重点是什么？点点滴滴的慕心慕爱透过建院呢，去启发众人的爱心并且净化人心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要建院而募款同理呢，也有企业家参与社区的环保工作嘛，发现几十个人老菩萨在那边做资源回收跟分类那给他算一算，一个晚上卖没几个钱他说那这样不如由我来捐钱就好了，你们不用做那么辛苦那这样的想法就跟刚刚那一位提问者一样我找2个金主来所募的钱比你劝募几十个会员来得多两者的
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你自己捐跟大家一起来捐，你自己做跟大家一起做，那意义不一样的。找两位金主是2条会命的，找几十位会员是几十条的会命的。医院多少人来捐款成就这个救人的一个医院，多少条会命在里面？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整个医院的就把它包完了1条会命了，意义不一样啊！何况呢？环保站里面的资源回收工作不是为了要变卖而有所收入，不是啊，它是一项呼吁人人重视环保救地球的一种呼吁啊，所以才说是环保教育站嘛。实际的环保教都是讲环保教育站，里面有教育的功能在，教育的性质在里面的，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人心，走入人群，劝募会员，也是这样子的理念呐。好，第3题，我相信佛法的力量很大，但佛法的道理很深，尤其艰深的经文，有时候呢听都听不懂，因此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读书会也好了，培训课程也好了，或台上分享也好了，如果只是在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这样就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你一讲你的，我都听不懂啊。这样会让听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而兴趣缺要先听得懂再继续把它做到。那做过之后呢，再把做的心得跟这个欢喜跟人家分享这样才会步步生莲否则呢就会步步空虚了。正言上人呢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呢佛言佛语，而是要我们呢说我所做，做我所做。甚至上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你要先说4项，你做什么事，在人群中做什么事，先说4项，然后拿这个4项来印证佛理上人也是这样子的事跟理要结合的。那有的人说法呢是不提一个佛字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就跟好像上人讲的嘛，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讲这句话但是不是没有佛法，不明显而已。为什么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跟工作全然结合了这个在这个以上人的思想叫做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佛法很生活的，很生活化的，菩萨是活生生的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希望走入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应缘说教了那其实富罗那也是一样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这就是妙法嘛这个富罗那的这个故事以前我们有讲过了今天我们就不再讲太多重点就是这样子。富罗那在那个苏鲁那国那个蛮荒之国白天带着有心人去做访视济贫跟居家关怀，那晚上就集合大家呢宣说什么5戒10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那富罗那刚开始就是对他们讲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啦这种因缘果报的道理大家都听得很喜欢，因为这个是说法很对机所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鲁那国的人民都跟富罗那结了很好的缘都因为富罗那的他善巧接引而皈依的佛教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富罗那。所以富罗那的弘法利生是完全得到佛陀的真传，所以他才有说法第一的美名嘛。所以说说法也是要让听的人有兴趣，他才会继续听，而且听过之后也想实践去体验，这样才是接地气的好，在这样讲就有兴趣继续听，继续学习的嘛因为你听得懂嘛好，接下来这是第4题了有实业家在问参加志工为人群付出，是否一定要把事业放下缩小或者结束掉因为常常听师父说事大业就大，
因此呢，我才有这样的困扰啊。佛法虽然提醒我们了四大业就大了，但并不意味大家都不要工作，不是劝大家不要工作来做志工就好啊，这样就不符合佛法所说的圆满跟恒顺的精神啊。尤其在家居士呢，有事业跟有家业啊，这是成家立业跟养家活口的世俗的责任，要先做到修身齐家，才进而治国，再平天下嘛。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啦。这个跟佛法讲因缘重次第的原则是一致的。好，讲因缘重次第，这个讲因缘呢，就是讲要随顺因缘的啊。重次第就是什么？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啊。既然四大业就大，就要努力朝修心养性跟勤耕福田的目标去努力。等到家业的负担慢慢减轻啊，或者没有负担了啊，或者事业有人接手啦，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有一笔存款，而规划结束事业，那这时候就是什么？转换人生的跑道，就投入事业的机会因缘成熟了这是一个人生命价值观的提升跟定位啊。那这个需要虽然现在还没做到，可是你现在要把目标把它定位好目标定好，我们才努力往目标迈进嘛。不管走快走慢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嘛。近思语是这样子讲嘛。那目标锁定了，那何时才能达到这样无业一身轻的这个清安自在呢？那这个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福报跟智慧啦。好，第5题，我是一家大企业的主管，我的老板呢很认同慈济希望我把慈济精神用在企业管理跟人事管理中请问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个崇高精神可否落实在企业管理当中很多企业家、实业家会问这个问题的那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子的：盈利的企业跟修行的志业在本质上不尽相同，管理方式也是有些不同。企业重视的不只是人而已而是要对的人因为用错人或用了不对的人，会让企业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企业会不计成本去用值得重用的人跟什么用对的人，不只是用人，是用对的人。高薪挖角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修行的志业就不是这样志业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人即使他不对或犯错，都要给他机会，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还要教育不对的人成为对的人，教化犯错的人成为不二过的人这个是志业的那企业只用对的人，用到不对或经常犯错的人他就会请你走路啦，换人啦是奖惩很分明的啦年终奖金要发的时候也看表现不是大家都是齐头式的平等有奖惩嘛那修行团体又不一样了，修行团体是强调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并且认为呢，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企业是强调什么？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等等，最终的目的表面上是管理财务管理人事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在管人在管人。但是志业不赞同管理别人修行团体不赞同管理别人而是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做人品典范，做一个榜样，让人家学习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强调什么？管理自己你说团体这么大，当然有管理但是他的最后的精神是管理自己，每个人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所以这个是企业跟志业很不一样的地方好，再来，企业团体的从业人员呢，是为了一份工作跟一份薪水而来修行团体或者职业团体虽然也有领薪的全职人员行政人员但也是要认同
这个团体他的精神理念，他才待得下去啊！尤其人数更多的志工团队啊，这些志工都是付出无所求来行菩萨道的修行人呐。为了让大家言行有所遵循啊，那必须强调以戒为师嘛。你表面上你皈依我，但是你不是以我为师，你是以你的自己的守戒以戒为师啊。还有道规也要遵守，人人遵守戒规啊，这是修行团体啊。但是反观企业呢，虽然也有公司的法规啦，有它的规定跟制度要遵守，如果把更严谨的佛教的这个制戒这个戒律的框架在这个员工身上的话呢，尤其这些员工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如此一来啊，会招致反弹呐。一般的老板应该都很敏感，也不会这样子做了所以要把以戒为制度用在企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是修行团体，它是一个盈利的团体嘛。但是以爱为管理呢，这个呢就值得提倡用在企业里面，才能营造公司或这个企业的什么人文情境，这个是他公司的企业形象了。总而言之呢，要把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思想具体落实在企业中呢，这个要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可以取舍去套用，自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自己拿去用了好，第6题，每次听上人对某一个国家的弟子开示，总觉得好像话中有话。请问济师兄，您经常在上人身边，可否跟我们分享要如何听懂正言上人的话？这个也是很内行的问这句话问这个的确是如此啦。不只对某一国的弟子，对其他国家的慈济干部也是如此。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用话中有话的方式开示之前，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们用话中有话暗示的方式开示之前呢，可能都已经有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这个话很吸引大家用心去体会上人在跟这些人讲话中有话的开示之前可能以前都有讲过，对同样的人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问题是弟子们的根基不整齐立顿有别啦。以前跟你讲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我就用暗示的方式，有点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一般凡夫是刚好相反我们是对别人跟你暗示之后呢，如果你听不懂，那就干脆直言直语跟你讲明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结果呢，话讲得太直白了就伤感情了，或者产生误会也有可能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做法。但是上人刚好相反，对你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就暗示点到为止如果暗示再听不懂，再用赞叹的方式不一样就用赞叹的方式这就是因材施教，所以才会说赞叹当警惕嘛。上人讲的我赞叹你，你要当警惕因为跟你讲太白，你会听得不舒服，可能会受伤，所以就不如赞叹你。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赞叹的嘛，但是上人又接着开示说，常常被赞叹，那是一种危机。所以这些话都要懂得会听的就好像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医不好也吃不死，那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那听不懂明示的话，如果发生在一个志工身上，那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发生在组长或干部那就是一个整个组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据点的负责人身上的话那会印证一句话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会影响整个据点如果负责人是这样子的话，那有时候呢，上人对这个负责人或核心干部讲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在明示而不是暗示的。但有时候这个负责人他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根基就是如此回去后还是一样重蹈覆辙
而我们虽然旁观者清，也不敢贸然去提醒他啊，因为我们也会怕啊，万一讲得不好，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或一棒打死梦中人啊。上人在对这些弟子都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何况我们一介凡夫，何德何能啊？把话讲得这么直白啊，对，有时候不能讲话，有时候话多不如话少啊，花3年学讲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也是要智慧啊。上次有讲过了哈，但我也有碰过有的负责人或干部呢，在听证严上人点到为止的这种开示以后，听不大懂，还有疑惑，那找我深谈刚上人讲点到为止那个话什么意思啊？那像他这样要问的人，就是虚心要学习的人，那我当然就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呢，为他剖析上人刚刚讲到那个暗示的那个道理是什么。这个很多现象都不一样嘛。好，刚这第二题又问到要如何听得懂上人的话呢？很简单就把上人的开示拿来共修嘛，集思广益，你的体会，他的体会，大家的体会拿出来，交流法音宣流如果我们听得懂了，改弦易辙，及时纠正这是善莫大焉呐，是庆幸呐那听不懂或者听得懂做不到，还依然故我即使听懂还是我行我素，那个习性改不了。那这就是佛陀讲舍利佛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世事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很固执很执着了叫做没法度，没法度好，第7题，我现在省吃俭用有人问我现在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想捐给慈济去帮助需要的人，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的很缺钱，有的还负债很多常常房租都付不出来，请问我应该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我的亲友呢，还是捐到慈济基金会？儒家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实相，意思都是一样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只有慈悲还不够，还要智慧。一旦有了智慧，还要更上一层楼，叫做智慧圆融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智慧圆融如果你的亲友负债不多，而你的能力可以，那就随缘给予协助嘛，你是有能力的人嘛，就帮助他嘛有能力的人帮助能力不足的人嘛。如果他的负债真的很多，已经超出你的能力的范围了，那你就要尽一点心意给予协助，但适可而止啦，不要自不量力了，要量力而为啦否则会被拖下水。帮助人是好事，但帮到连自己都被拖下水而陷入困境了，这个叫做好心做错事也叫做相怨烂好人的意思。只要你帮他帮得很欢喜，帮助的金额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那你就当他的贵人嘛如果帮到有压力，帮到起烦恼心，那就不对了助人为乐不是吗？你助人反而不乐，那就有问题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时常向你借钱，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不管对方有没有还那你哪一天不借他，就变成好像你不对那这样你就要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这样是很怪的很奇怪的事情很爱帮助人是优点但是不懂得适时婉拒，这个会变成一个缺点好，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也不忘记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是化小爱为大爱，两全其美理事双融那还有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在修行团体里面我们要寻求心灵的亲近跟宁静就不要有彼此借贷的情形，不要有金钱的瓜葛跟往来，这个会让我们平静的心起涟漪甚至因钱
而伤感情，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这个一定要尽量避免。好，第8题，我们要将正信佛法弘扬出去，所以领众者或者干部都会透过活动来传承精神跟理念跟政治政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领众者或干部所传的法有偏差了，或理念呢有错误的误这样就会影响到那些新进的志工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都是志工题的问题的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呢，依照游戏规则是组员听组长的，干部听负责人的，那新进志工就听资深志工的这是入世的世间法是如此但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这个出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也就是法是最高指导原则，违背了法就会变成不如法。所以表面上是新进志工听资深志工，组员听组长的，或者干部团队听从负责人的指挥这是与法无关的事情，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与精神理念有关的，就需要以法为依归，依慈济法门，依慈济法门来讲呢，就是宗门要回归法脉，法脉就是重头，即使他是主管或领众者，他的理念不正确，我们也是不能苟同而必须如法而行，泾渭分明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修行团体的世间法体制上，我们不用去担心说会不会被主管或干部不正确的理念呢所影响、所误导，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是军队，我们是修行团体。既然是修行团体，就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最高指导原则嘛。直属如果入法有成，这是干部的意思了直属如果是入法有成直属就是陪伴志工的资深干部。直属如果能旧法新知，新法必知，这样他所带的新进志工就能随时与时俱进，能够接受到及时跟正确的讯息相反的，如果这个直属不是很精进，入法也不够深，再加上呢这个我执深重却还要去带领志工，那这样跟随的志工就会很辛苦，就会受到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呢，能改变直属是最好，改变这个领众的这个直属是最好了。如果这位直属或者资深志工是铁板一块那我们只好借正法宣流正法交流，去教育下面那些志工呢，志工群呢，不要被这样的直属所影响。他好的这个直属，他好的他优点的，我们见贤思齐。他有一些做不到的缺点或缺失甚至是习气我们见不贤见这个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内自省警惕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对也就是无法改变资深志工或者主管或者干部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改变自己了其实直属的上面还有直属直属的下面也有直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意思一样嘛。如果大家都约束好自己，人人尊重团队的共识，各个提升团队的精神，这样就没有谁传法给谁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截人之长，补己之短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也没有上下大小的分别的，因为人人都是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跟不足之处跟弱项都是教学相长大家呢都能够这样子呢，那就是一个有道气的道场，那真的是在虚心学习的一个地方。好，第9题，请问要如何接引志工，如何陪伴志工，如何让志工在受证后愿意承担？这一题等于是一箭三雕是3个问题如何接引志工，如何愿意承担，如何精进不懈这等于3个问题的
好，一个一个来解释哈，用重点，因为要详细解释的话，可能时间也不够了啊。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重点解释，大家也会听得懂。要接引至公，就是要菩萨大招生嘛。那正言上人说啊，要菩萨大招生之前呢，要自己先做菩萨。又说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度别人之前，要先度自己，先自度才能度他啊。就好像要向别人推销产品，必须你自己先用过嘛，觉得好用，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也来买嘛。这一样的道理呀。你这个产品你都没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这个产品？怎么推销得出去呢？一样的道理嘛。同理啊，你要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把爱找回来啊。你不可能，你没有爱又要送爱，不可能。你甚至都缺爱的，怎么可能送爱给别人？对，是别人送爱给你的，变成这样子啊。那要向别人传法之前，也要自己先有法啊。这边上求，这边下化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嘛。你总不可能给人家你没有的东西嘛，你有才能够给人家嘛，对。所以菩萨大招生是度他啊，度他是谁啊？度他的人还度他的心，还度他的钱呢？木心为上啊，要度他啊，叫木心，木他的心为上，为上策了啊。这个跟用兵之道一样啊，攻心为上啊，攻城为下一样嘛，对。兵战啊，兵打仗的战，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啊，攻心为主啊，道理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在推动菩萨大招生啊，但效果呢各国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用法的方式有关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也就是方法要用对，方法用对就是四两拨千斤，叫做事半功倍。方法用错是千斤在拨4两，叫做事倍功半。这个就辛苦了。那接引之功就是度他嘛。把别人渡进来嘛，那这个是火车双轨里面的其中一轨啊，渡他是一轨啊，那另一轨叫什么？另一轨叫做自渡啊，自渡，所以必须双轨并行，火车才能前进嘛。所以自渡渡他就是火车的双轨啦，才有办法前進嘛。自渡啊，对慈济人来讲，自渡就是内修成正信士嘛，渡他外行慈悲喜舍，只度他或只自度不度他，或者度他不自度，这个就不是如来真实义的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吗？这个如来真实义就是自度的内修，再加上度他的外行，才叫做如来真实义啊。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清楚了就知道我们要去接引会众或者接引志工呢，就要先巩固自己的道心强化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道心坚固，道理也清楚了，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拉人家一把啦，也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所讲的什么骨为爱狗，心为爱科。意思说那个待很久的志工，那个旧的那个比较老的志工啦待很久的志工这些骨为爱个顾掉，心里爱个考里来。如果自己做到心灰意冷烦恼重重或停停退退，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了嘛，自身难保了嘛。安内都有问题，如何去攘外呢？对，后面有问到如何在受证后愿意承担呢？这个题目常常有人问因为看到很多人不愿意承担，也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承担这个人群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相嘛。要成长就要承担，习惯逃避承担的人呢，他也比较会逃避现实跟逃避问题。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因素比较差，应付变迁的能力比较弱。那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嘴巴都会讲我压力好大挫折感好重都会讲这种话人群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越不敢承担的人，就越没有学习的机会，越没有学习的机会，就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就越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就越没有信心，
越没有信心，越不敢承担，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相反的就不一样了，相反都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很会承担，又学习的机会，经验丰富，能力越强，信心很好，越敢承担，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后面有问到如何精进不懈？哇，请参考《大灾问》第10讲的第6题。那个第6题里面讲的，它不是单独讲一个角度比较小的如何精进不懈，不是，它是讲学佛如何不退转，或者菩萨道上如何不停退。这个格局就很大了。里面有五个条件，大家去参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问与答就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